嗨，欢迎回到龙树系列课程。我们正要开始讲第18章。那么我们说过，在这首古老而绵长的诗作的27章中，第18章可能是第二最常被引用的章节了。那龙树大师在这章正式讲到空性。他讲解空性的方法呢，是探讨人和人的身体与意识间的矛盾。那么也就是探讨麦克与麦克的身体的意识。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有很多矛盾。那我们学会了习惯这些矛盾，我们也学会了无视这些矛盾。而我们学会了怎么说呢？为他们裹上糖衣，对，给他们裹上糖衣。是的，那么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矛盾以后，我们也不再为此挣扎。而龙树大师将此作为他的使命，就好捉住我们的衣领，然后说：“这是讲不通的。如果事物以你们认为的方式存在，那么这就不对了，这有问题。”他就开始问你，像你7岁时会问妈妈的问题，那妈妈就会回答，事情就是这样的啦，然后你就会告诉你的孩子，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要讲的这一章非常难，关于这一章就出了好多书。昨天我们推荐的一本书就是我们混合坚果团队最近翻译的。我在这里呢会给大家这个订购的资讯这本书叫做《空性冥想》，作者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用的这本论释的作者丘尼喇嘛扎巴契耶珠。他生于1675年1748年过世。那巧合的是，他与我们的寺院有很深的渊源。那我的寺院呢，是中国西部3大寺院之一，传统在这个僧众大概有15000僧人，目前还剩下3000个僧人左右。那在寺院摧毁以后呢，我们重建寺院，现在大概有3000名僧人，那时候大概90%的僧人都被杀或者还俗了。那我们的这本书空性冥想，我们的混合坚果团队一直都在翻译这一本书，最终呢是由乌巴拉完成的。正如我在前几节课所提到的，我们期待着可以看到这本书的论释，本书的现代解释。这本书非常的难，大概有38个对空性的证明，那其中包括几百页如何冥想的传统指导，这些是大约1300年前的原始经典，讲的呢就是如何进行日常冥想，如何去布置你的冥想店，吃什么样的食物，什么样的场所，如何专注你的意识，专注意识的9个层次，所有这些指导都在这本书里面。我提过约翰布莱迪和康尼奥布莱恩将会写论释，特别是如何冥想的部分，因为他们俩都完成了非常强大的3年闭关。而这本书的翻译就是乌巴拉，他也同意了写一些论释。那我认为我们需要4到5本来解释它。但是我鼓励你呢购买这本书，我很喜欢电子书。我的邻居总是会问我是做什么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不好解释。那这本书电子书出版以后呢，我就买了好多份送给邻居们，因为获取电子书太容易了，只需要大约30秒，扫描2维码就会得到。这本书又非常的珍贵，所以我很鼓励你购买这一本书。这本书跟我们正在学习的这部作品是同一位原作者丘尼喇嘛。
它会帮助你更好的理解我们在学习的这本书。那我们来到第18章，我们讲了第一个寄颂。梵文寄颂啊，通常称为 sloka， 通常呢有2行梵文，中国西部的人会翻译成4行。第一首寄颂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意思就是如果你的身体和意识，如果提姆的身体和意识真的是提姆，那么提姆就会像他的身体和意识那样存在和消失。这需要理解佛教的理念，也就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物，那些正在变化的事物，那些由于某些原因而产生的事物，皆是因为它的起源的本质正在以毫秒为单位，刹那间存在与刹那间消失，没有什么是不变的。事物都是眨眼间存在又眨眼间消失，从事物的开始到结束。那么身体呢，就是食物这个物质的其中一种，物质的本质就是眨眼间存在，眨眼间又消失，一个时刻接着一个时刻，一秒接着一秒。意识的本质也是一样的，每时每刻眨眼间存在，眨眼间又消失，这是一个流动的。但是这个流动呢，是由一个个毫秒的觉知所组成。那这里所讲的论点呢，是你与你的身体和意识什么关系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些矛盾的地方？他喜欢矛盾，他说这里有矛盾，那我们就说有什么矛盾？我看起来很 OK 啊，但是我是我的身体和意识啊。他说不，这里有问题。你真的是你的身体和意识吗？还是你有一个独立于你的身体和意识的存在？举个例子，如果你的身体和意识消失了，你还会在这里吗？那么你与你的身体和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接下来呢，龙树大师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查看所有的选项，所以整个一章就是一个选项清单。他并没有对任何选项发表意见，他只是给了你一个选项，让你察觉到很荒谬，然后你就说哦，不是这个，然后就说那就是下一个选项了，对不对？然后就给你下一个，然后你又说也不是那样，然后他就会说在这一章的结尾的时候就说，你看不是你想的那样，对不对？因为你刚刚用完了所有的选项，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开始看这些选项。你现在看到这张图片，它是一个码表，这意味着如果你是你的身体和意识，如果提姆就是提姆的身体和意识，那么提姆一定是每毫秒每毫秒的在改变，你的思想会变，你的看法会变，你的感受整天不断的都在变化。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会明白你的身体在你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在衰老，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在瓦解。但是作为一个概念，我们不会说提姆变老了，我们也不会说提姆每时每刻都在变，我们不会这么说的。你的意识，比如说你现在心情很好，然后有人跟你说了一点愚蠢的话，那你一整天心情就不好了。意识变化非常快，身体也一样变化非常快，但是提姆不会变化非常快，提姆就是提姆，提姆一生都会是提姆。所以说呢，我不认为提姆是，在我看来不是 OK， 我不会告诉你怎么想，这就是龙树大师的风格。但是假如提姆是他的身体和意识，然而我不认为不是这样，因为身体和意识在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像这样的波动。然而提姆就是提姆，你不会这一刻这样叫他名字，下一刻又那样叫他名字，提姆就是提姆，他是一个从小婴儿的时候就取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会跟随着他一直到他死掉，甚至是死后。那么提姆就是没有变化的，提姆就是提姆，对不对？
它不会变成提马，不会变成提布，也不会变成提姆，就是提姆。所以龙树大师说我不喜欢第一个选项，我觉得你也不会喜欢，我想你会认同我。他不给你答案的，他只是指出不同想法的难点。现在他的讲解要更深入一点了，这是丘尼喇嘛的话，我读中国西部语言接着解释一下。如果总体上来说，题目是他的意识和身体的组成，而不是一个个时刻觉知不停的在变，身体不停的在变。但我们说身体和意识是一个总体，那它将是他这一生的各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我理解你不愿意说题目是他的身体和意识。如果你把身体和意识看成不断变化的事物的话，因为题目没有变化，题目的一生都是不变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身体和意识看成一个总体，如果我们就说身体意识，我们不要去想原子层面的事情，不去想思想波动，我们只是说身体意识的这个总体，那怎么样呢？我们能不能说题目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它与它的身体和意识有关系吗？那龙树大师就说好，我们来看一看。好，我提示一下，龙树大师在这里想讲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段讨论的主旨是什么？那个主旨就是题目不必是这个身体和意识，题目的这个概念是被他的业力和行为人为的分配到这特定的身体和意识上的。他对他人表现出多少的善意，将决定他与他的身体和意识之间的连接强度。这不是自然的连接，是人为的连接，是一个概念。当然这可能有不好的一面，也可能有好的一面。如果题目是根据他如何善待他人而放到了他的身体和意识上的一个概念，那如果他理解这个关联，他就可以努力的对他人更好，更富有同情心，他会在意识里累积更多的好种子，而这就是业力的定义。然后呢，他会看到自己不断的越来越完美，在这个过程结束时，他甚至是可以获得永生，并服务宇宙中所有星球上的人类或众生，这就是那个目标。因此我们利用题目和他的身体和意识之间的这种人为的连接，并且不断的完善，因为我们认知到它来自于我们，它不是一种自然的连接。但是要这么做，我们必须证明这个连接不是自然的，而且可以变得更完美，使它成为像天使般的存在，可以同时帮助无数的人。因为这就是佛教的终究目标，就是要完善你的存在，直到你可以同时为无数的人服务。而这是可能的，你研究这些书，并且根据他们的形式，你的学习冥想，你可以在冥想当中，在祈祷中获得确认，你可以得到实际的不可否认的体验，向你证明那不需要书籍的，不需要这些哲学理论，你就可以改变你的存在。人类是未圆满的人，是未圆满的生命。正如我们所知，人类是未圆满的生命，他们的进化是不可否认，避无可避的。进化就是要成为一个能够同时服务宇宙中所有生命的人，这就是我们学习这本书的原因。但首先你必须有这样的概念，我们不是自动成为现在所拥有的身体和意识。如果这个连接它是可以变的，如果这种连接是人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修补它，那么我们都可以成为天使，这就是这本书的目标。那还有说
你想要说，总体上来讲，提姆就是提姆的身体的意识，而不考虑毫秒的概念。那样的话，提姆就是组成他一生的各个部分。一生的意思就是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在佛教中，从他受孕的那一刻起，直到他最后一口气。那么你是说，不考虑这么样的一个个的瞬间，提姆从出生到死亡，他的身体和意识作为一个总体，你是这个意思吗？你是这么说的吗？有没有矛盾呢？有矛盾。那矛盾是什么？死亡了之后，身体的意识没有了，这个特定的生命的身体的意识在死亡之后就没有了。死亡的那一刻是构成身体的意识的重大转捩点，只因为身体停止了，而意识就必须停止，是不合逻辑的。我想说，如果你看到一辆汽车停在高速公路旁，那如果那个车明显它坏掉了，或者汽车发生了某些事情，并不能证明说司机已经死了，对不对？只是车停下来了，它根本不能证明说开车的司机出了什么事。所以呢，看到身体在此生结束，我们死掉的时候，就认为这个意识已经死了，是非常不合逻辑的。因为意识无法再与你交流，因为嘴巴已经死了，那个嘴唇不能够动了，牙齿不能动了，你也不能够讲话了。那就像是一辆坏掉的汽车里面的司机，他们还敲那个车窗，但是他无法交流。如果你曾经在深度冥想中看到一个死人，或者你跟一个死人交流过，就是这种感觉。他们非常沮丧，他们无法交流，他们就一直在敲那个车窗，但其实他们并没有死，因此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认为身体停止的时候意识就停止了。我们是这么样去认为的，但是如果你想想看，他就像一个人的手机没电了，那这个人就死掉了吗？我今天没有听到提姆的消息，他一定是死掉了。你会说不会呀，这只是他手机没电了。你就说哦，对哈，对哈，所以这就是他这么想的。这一生就是确实这一生没有了身体，但是你能说这就是提姆没有了吗？或者你是说提姆确实在死后继续存在的？那既然他就是他的身体和意识，那么不知何故他的身体没有死？还是你是说他某个版本的身体带到了来世，然后离开了这个版本的身体，是这样吗？所以再次指出了矛盾之处，意思是他不会是他的身体的意识，因为他会带着他的身体，很简单，对不对？那如果提姆只是他的身体和意识，如果他的意识延续，身体就应该延续，但尸体往往躺在床上，你会焚化它或者埋葬它。好，我们有个照片，有个图片啊，是我们就用这个图吧。这个图山羊，龙树菩萨说了一个可能性，他只是没有告诉你他的想法，他只是消除可能性。这是一种很优美的佛教方法。山羊，我不是想说服你任何事情，我只是展示给你这样的概念有什么问题。在他的意识当中，提姆既不可能像他的身体那样存在和消失，他的意识也不可能那样存在和消失。
因为你认为一个个的瞬间它是相互独立的，每一个瞬间都有开始和结束，一个瞬间的停止就是下个瞬间的开始，对不对？所以根据你的想法，而这个很深奥，你不理解时间是来自于你，所以你总认为时间来自于外面，而这就意味着时间有测量方式，每一刻有测量方式，而是固定的，因为它是从外在而来，而不是你的意识构造的概念。时间是某种外部的存在，所以每一刻每一个那个题目的每个毫秒它都有开始和停止，还有自己开始的前端和后端，所以每一个毫秒都是最短的时间，它本身就是个矛盾，因为这个毫秒也要有前端和后端，不然的话就无法形成一个流，所以第一刻的后端必须要结束第二刻的前端才能够有流动，如果第一刻时段的后端接收到第二个时刻的所有部分，那就没有时间了，时间再加上毫秒就停止了，所以毫秒必须有前端和后端，它们才能形成一个流动的链条，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最短的时间的量度也已经是这样了，原子也是这样子的，这是龙树大师最喜欢的矛盾之一。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部分呢？你是说提姆是构成提姆的身体和意识的每一毫秒组成吗？还是你是说它是分开的？每一个毫秒的开始和每个毫秒的结束，暂停；另一个毫秒的开始，另一个毫秒的结束，暂停。第一个毫秒会与第二个毫秒重叠吗？又或者是第一毫秒会发生在第二个毫秒以后再发生呢？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们不重叠，不然的话就会是个膨胀的毫秒它一定是第一个毫秒停止了，那第二个毫秒开始了，同意吗？你们接受吗？是的，我不想要知道毫秒重叠，因为毫秒也是最短的时间了，如果你把这两个堆在一起，它就不再是最短的时间。好，那他们是彼此独立的吗？也就是一个开始停止，下个开始停止。我感觉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如果提姆是他的身体和意识的流动，那么它应该是各自独立的毫秒而形成的。那么龙树菩萨又说，那是什么连接了这些毫秒呢？为什么不是提姆的1毫秒，接下来是乔的1毫秒，然后接下来变成 Melissa 的1毫秒？为什么全部都是提姆的毫秒呢？因为如果毫秒跟毫秒之间不接触，那为什么题目不是每个随机的毫秒的组成？那这个去想的时候，你就觉得很不舒服的。哎呀，不要跟我讲这种废话啦，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可是龙树大师就说，如果题目是由他单独的身体和意识的毫秒所组成，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它一定是由他的身体和意识的毫秒所组成呢？因为他身体的毫秒不会连起来，一个结束，下一个开始，这才是对的。但他们之间不会没有关系，不会有关系。所以呢，任何部分都可能是下一毫秒变成题目，你不能说题目是他的身体和意识，因为这讲不通。而他不告诉你到底是什么，他只告诉你什么东西不合理。有个佛教的传统就是将对手困在矛盾之中，然后看他跑到一个老鼠洞，然后你就挡住那个洞，然后你再挡住另外一个洞，你再挡住另外一个洞，最后在房间里面就说我不知道了，怎么办？然后我们继续。宣扬的意思就是来，我告诉你另一个问题。题目是他的身体和意识吗？是还是不是？不是我的身体和意识，是他的身体和意识。好吧，那有两个题目，对不对？为什么？他的身体和意识是分开的呀，是两个事物呀。你说不是，他们两个是题目，不，你说题目是他的身体和意识吗？对呀，它是身体和意识。身体和意识是复数吗？它是多的吗？那有很多个题目跑来跑去吗？不是，所以只有一个身体和意识集合的题目。所以严格来说，必须要两个我才对。
有这个图吗？镜子那张图，镜子里的女士。如果提姆是她的身体和意识，那么就有一个复数的矛盾，身体和意识是复数，而提姆是单数。我们不说有很多个提姆，哇，很多提姆来了，但是你应该明白的，如果他与他的身体和意识的连接是自然的，那他就会是他的身体和意识，那他就会有两个。好，这听起来很傻，你会拜托啊，这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因为你没有认真的在思考，提姆是他的意识和身体的概念，这一个概念站不住脚。如果你真的诚实，你就会发现它不合理。如果你真的很诚实，根本就不合理，它必须是复数的。好，下一段计算。如果由这一些毫秒的问题，提姆与他的身体和意识没有固定的连接，那么好，提姆与他的身体和意识是不一样的，是分开的。那我们这么说怎么样？龙寿大师就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另外一个老鼠洞，这是不同的老鼠洞？我们就说好吧，提姆与他的身体和意识是分开的，提姆是独立于他的身体和意识的存在。那身体和意识消亡了以后，提姆继续走，继续延续，最后呢他们是分开的，之后他获得了新的身体和意识。那怎么样？来，我们往那方向讨论。龙树大师就说好啊，我们讨论一下那个方向。然后呢他就说然后看你能不能理解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也不好懂。提姆的身体和意识展示出某些特征，例如说我们看看这里使用的案例。那么有个观点叫做突厥，突厥是指宇宙中由原因和条件所导致的任何事物，就像一棵树，一棵树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种子，然后有温度、有水、有园丁、有阳光等条件。所以比方说提姆与他的身体和意识是分开的，那身体和意识是原因的产物，因的产物。身体由父母的精液和卵子组成，意识取决于你所相信什么，对不对？当大脑有足够的化学物质的时候，就有所谓的觉知，就会苏醒。所以他们都会有原因，作为原因，作为事物的原因，他们应该展示由因而生的事物的典型道路，也就是它会开始，会保持和瓦解。所以全部由因而生的事物在这宇宙当中，当因缘聚合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些事物，他们会保持连续一段时间，后来他们会分崩解析。不得不说，提姆的身体和意识展示了这三样东西，他们从某个点开始，持续一段时间，然后不可避免的解体瓦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姆有什么样的品质呢？如果他与他的身体和意识是分开的，他有开始吗？还有延续吗？他是否停止呢？他是否会解体呢？因为如果他与他的身体和意识没有关系的话，就是他是他的身体和意识的这种关系没有的话，那他跟他的身体意识分开，他就失去了进入这个世界持续一段时间并且离开这个世界的权利，因为他具有这些品质和身体的意识没有那种关系，它是独立存在的，它独立于它的身体和意识的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姆应该是永恒的，因为它与它的身体和意识没有那种关系，没有那种它就是他们的关系，它某种程度来讲独立于他们的存在。所以不管你什么方式来看，提姆是他的身体和意识的一部分，这个有问题。提姆不是他身体和意识的一部分，这个也有问题。因为身体和意识是提姆的一个事物的标志，它会开始、持续
解体，因为我们所能判断的是它要开始，它会持续并且解体的唯一方法就是从它的身体和意识的指标中看到，不然的话提姆就不会突然间瓦解或解体。提姆它只是个名字，对不对？它不是一个在23年前或者什么年份出生，他们并没有持续一段时间，也没有结束。那么如果提姆跟他身体的意识是分开的，那么提姆就会是永恒的，因为它标记为无常的是他的身体和意识的行为，明白吗？如果你不是你的身体和意识，如果你某种方式与你的身体和意识分开，如果你是国王而他们是你的仆人，那么你就没有这样的关系了。然后呢，他又谈起了提姆的一些关系。什么来着？我们来看看哈，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来到了，他拿了一个很典型的身体和意识具备的生物的品质，生物的品质，他们出生持续一段时间然后死亡，所以如果提姆与他的身体和意识是分开的，那么没有任何东西标志是提姆的开始、持续和停止，那就没有迹象可以表明提姆是出生、变老或者是持续的，因为他没有那些品质。为什么？他与他的身体和意识是分开的，他独立于他的身体和意识而存在。然后还有个问题，现在丘尼喇嘛再给我们另一个问题，实体物质的主要定义这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实体物质的主要定义，在佛教当中，实体物质的定义是什么？在佛教中，红色的定义是什么呢？这个很有趣的。什么是绿色？如果有人不知道什么是绿色，你就会拿这个绿色的东西说这是绿色，这是绿色。你不可能用波长理论以外的东西来定义绿色，你可能会说这个波长到这个波长是绿色这样子，但是在一般的童话当中，你如果没有看过绿色，我要告诉你什么是绿色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指这个绿色的东西说这是绿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色。所以提姆的身体是Susrupa，就是我们可以指着它说这是食物的东西，这就是它的主要特点。它意识的主要特点就是知觉。提姆的意识的主要品质就是它能感知和感觉事物。提姆和一块石头的区别就在于此，就是它可以感受到事物，所以感觉是提姆的意识的本质，还有感知，然后提姆的物质存在的本质是表现出物质性的东西。所以提姆有两个部分，如果提姆与那两个部分分开，那就没有办法定义提姆了。我们不能说提姆是有觉知的，我们也不能说提姆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如果没有他和他的身体和意识连接，我们讲过了提姆与他的身体和意识连接的问题，比如说独立的毫秒，还有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提姆与他的身体和意识分离，他是以某种方式独立于他的身体和意识而存在的话，那提姆就不会展现物质性，也不会有感觉，所以我们不用去找这样子的题目，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子的题目，那就不会有题目。如果没有物质性和感觉，题目就无法主持这堂课了，对不对？我们是这样想的。好，这不是一个胡说八道的哲学。你知道普林斯顿呢，他的宗教系很小，他就让我们跟哲学系共用一座教学楼，因为他们也是一直在缩减中，然后他们就说好吧，你们现在待在一栋楼里面了，从中间分开，宗教系用这一半，哲学系用另外一半，然后呢我们得要共用一个办公空间，还有我们的咖啡站。
那么我常常会遇到哲学专业的同学在那里，尤其是博士，跟你讲真的很奇怪，超级真的很奇怪。你会说来加点糖，他们就说糖存在吗？存在吗？它总是让人很不愉快。有糖吗？没有糖吗？令人很烦躁。最后我们给了他们单独开了个咖啡站，因为我不想跟他们讲话。跟他们讲话就令人烦躁，他们对什么东西都怀疑。我不是要变成一个这样的人，龙树大师也不是想要这样，他不是想说怀疑自己的任何一切，也不是要让你觉得很烦躁，也许题目在那里，也许题目不在那里，他只是说你要慢下来，认真思考，题目可能不是你原本认为的那个人，而这就变成了一个好事，因为假设提姆是你原本认为的那个人，他就不能变得完美，也没有办法成为天使了，他没有办法被重建。但如果他是你原本认为的那个人，然后他会活着死去然后消失，事情就会这样子结束，好不好？这是本章的最后一句，我们刚探讨了整个一章，对吗？题目还是我搞错了？那个表情，这一段找不到图片。龙树大师呢，随手扔了一颗炸弹，然后他离开了厨房。他说：“顺道一提哈，如果没有题目，那就没有题目的。如果没有题目，那就没有题目所拥有的。”然后他就离开了舞台。他说本章结束了。那在佛教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提问。我和我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而对我是谁的误解，再加上对我所拥有的误解，或者什么是我的，我和我的误解，我和我的问题是所有痛苦的根源。根据佛教对我的误解，再加上对我的误解，就是痛苦的根源。而所有世界上的烦恼都来自于此。龙树大师就是说，看，如果题目有问题，那么题目的也会有问题。题目的，下堂课见。他就这么说。我们去到第19章，所以正如我们昨天所指出的，各章之间没有明显的流动。那么今天早上我跟维纳丽卡还在讨论，他说我有个理论，你知道我烦了他1个星期了，他就说我有个理论，什么啊？他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讲不同的课，然后可能讲了5年，那么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写了不同的讲义，最后出了这么一本书，其实也是很有可能是这样，但也不应该是这样。恐怕各个章节之间有一个非常深刻和重要的连接。那章节间应该有个衔接，如果你找到这个衔接，你就会理解空性，就成为了天使。但是如果你找不到衔接，你必须更加努力。是我的吗？是那个吉普赛国王的歌曲。这个衔接不错。所以呢，我们已经为这班的所有学生设置了作业，就是搞清楚这个衔接。我还没有发现有人做得到。我的意思是可能有衔接，但我留着你们自己去找。所以我们要衔接起来，我们要继续。但这堂课要结束了，我们要下一堂讲19章。但我给你们一个挑战，作为学生，作为听众，我给你们一个挑战，解释第18到19章的衔接。顺便一提，第19章是对不起，我收回，还没有到衔接的部分，我们稍后再做。他讲完意思以后，要讲了一些别的，还没有到衔接的部分，抱歉。好，我们下堂课就完成这一章，然后我们再去到第19章。到时见。另外呢，顺道一提，如果听起来令人很困惑或很难，
那么死亡消失，最后到别的地方就更难了。因此，如果学习这些好像很难，那我会说死亡，进入某种无意识的状态，再从无意识的状态里面出来，这个过程更难。顺道一提，你妈妈可能会告诉你，有些事情可以发生一次，它就会再次发生。那你不知道怎么就来了这一次，没有符合逻辑的理由说你不会再来，不信，不管你懂不懂未来事，信不信，我不在乎。但是如果把这一切弄清楚，你达到了某种幸福或觉悟的状态，那永远可以待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就不用不停的从某个地方冒出来，一次又一次过着短暂而暴力的生活，那不是很好吗？所以这不仅仅是哲学，它有个很深很深刻的目标，这个很深刻很深刻的目的。那迟早你将在生活当中的某个时刻不得面对这些问题。好，题目就到这里，耶、yeah